嫁给裴渊后，他暴躁捶床。滚！老子虽然残了，但还没死，不是什么垃圾都收。我不语，只是一味趴在他胸肌上哭。英英，你快起来去做饭，人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不信你摸。他触电般的收回手，让我有多远滚多远。可转眼又咬着后槽牙，拖着废腿爬起来。够了，别哭了，我去给你做总肠了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被人送到裴渊身边时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只见院子里荒草丛生，阴森的仿佛鬼宅。黑漆漆的屋子里，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上面。若不是他突然暴躁出声，我险些以为那是具尸体。滚！我才不要什么媳妇儿！你当我傻，不知道沈婉宁是个冒牌货。老子虽然残了，但还没死，不是什么垃圾都收。床边站着的人连连叹气。沈婉宁的身份虽然是假的，但未爆出的时候，提亲的人也是踏破了门槛的。我替你看过了，她当真如外界传言的那般花容月貌，你见了肯定会喜欢的。再不济，有人为你留个后也是好的。将军，事已至此，凡事多往好处想。你未等那人说完，裴渊又是一声怒吼：够了，我现如今只是一个废人，不是什么将军了，你请回吧。没多久，男人唉声叹气的出来，经过我身边时，冲我扶了扶身：嫂嫂，以后就劳烦你照顾他了。啊！我无措的挠了挠头，可我也不会照顾人啊。在院子里踌躇良久，确认这里除了我和裴渊没有第三个人后，我认命的走进屋子，小心探出头。裴渊撑起身子的动作一顿，顶着乱糟糟的头发，头也不抬地说：老子不需要女人，给我滚远点。我死死扒着门框，咬了咬唇，轻声开口：我也不想打扰你，但是我好饿，你能不能起来做饭啊？话落，裴渊像是听到了什么骇人的事，猛地抬头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我。半晌过后，裴渊冷笑一声：我就说丞相府能有什么好东西，你是故意的。是，我是断了一条腿，但也不是你能欺辱的对象。我十分认同的点头。是，我知道，你虽然断了一条腿，但还有一条好腿，拄着拐杖应该能走，不然一蹦一跳的也行吧。在裴渊越发冷冽的目光中，我有些着急地说：你怎么还不动？到底什么时候给我做饭吃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喝水只喝山泉水，米饭只吃胭脂道。菜品的话，也不知道你做饭的手艺怎么样，先做上12道菜吧。怕裴渊不知道我的习惯，我特意说得很详细，可他一动不动，就那么一脸古怪地看着我。末了，他按在床板上的手掌攥成拳头，愤愤撂下一句滚，就自顾自躺下了。看他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，我只好瘪了瘪嘴离开。我坐在院子里，难过的想哭，恨不得立马回家找爹娘和哥哥。可一想起他们得知我不是亲生女儿后，恨不得杀了我的表情，我就不敢想了。哭了一会儿后，我困了，可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第二张床，只好硬着头皮回到屋里。我捂着口鼻，用指尖扒拉床上的褥子。这床也不知道干不干净，你该不会平时都尿在上面吧？此话一出，面朝墙角躺着的裴渊终于有了点反应。不会说话可以把舌头割了，爱睡不睡，不睡就滚。我皱着鼻子嗅了嗅，确认没有尿骚味后，嘟囔着说：谁让你一直躺着不动弹，我还以为你真是残废的不能自理呢，能动干嘛总窝在床上啊。在裴渊僵硬的背影中，我收拾出一小块地方，忍着难受躺下，心中止不住哀叹，真希望这只是一场梦，醒来后我还是爹娘的女儿。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我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裴渊被吵得皱眉，没什么耐心地说：又怎么了？我哭着趴到他身上，扯开领口，露出大片红色的肌肤。你快看看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裴渊盯着看了2秒，而后不自然地移开视线，面无表情道：应该是过敏，擦点药就好了。我用力推他：那你还不快去找药膏？
可不管我怎么使劲儿，他都一动不动。我瘪了瘪嘴哼唧：“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我怎么说也是你娘子，你都不管我死活的。呜，人家好痛痛，还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不信你摸摸。”我扯着他的手往我干瘪的肚子上放，可裴渊竟猛地一扯，收回了手。我哭得更大声了，一头扎进他怀里，使劲捶他。呜，我的命好苦啊！要嫁给你这种懒汉，你断的是腿又不是手，我家的花匠就剩一只胳膊了，还能干好多活，吃也吃不饱，住也住不好，谁家嫁人是这种待遇啊？我可是听说你能以一敌百，断了一条腿，还能敌58，连这点小事都做不了，还战神呢？你那头衔该不会是花银子买的吧？我越哭，身上越痒，下意识去挠，竟挠了一手的血。就在我险些吓晕之际，一只大掌突然横过来，紧紧握住我的手腕。别动，不想活了。我抬头，泪眼朦胧中对上裴渊阴沉沉的视线，对视2秒后，他蓦地爆了句粗口：“老子才他妈命苦！”下一秒，他撑着胳膊一瘸一拐地下了床。我没想到裴渊站起来竟然有那么高，看着跟座小山似的。擦完他给我的药后，饭也做好了，看着裴渊扎了头发，刮了胡子，露出一张英俊的脸，我的心情莫名好了些。没想到你看着糙，做饭还挺像样的，就是这个肉不太行，下次记得炖烂点。他大口吃着饭，闻言冷呵一声，并不搭理我。等他快速吃完后，把碗筷往桌子上一撂，等会儿吃完记得把碗刷了。我猛地抬头，眼泪啪嗒就掉下来了。他的眉心皱成了川字，语气里满是不耐烦。又怎么了？我嗔他一眼。你都不疼我？他们说男人都很疼媳妇儿的。裴渊轻笑一声，像是没招了，2手撑在桌子上定定看我。那你想怎么着？我掰着手指头说，你长得又高又壮，一看就是有力气没地方使的。你看我的手多嫩啊，连个帕子都没洗过，怎么能干那种粗活？说完，我看他没什么反应，急得跺脚，干脆起身靠近他。这么看我干嘛？不信你摸摸。我做事就要摸他的手，却被他反手拽住手腕，猛地把我拉到他身边。我躲闪不及，直直坐上他完好的那条腿上。裴渊嘴角噙着一抹嘲讽，大掌在我腰后游移，想让我疼你？你知道男人怎么疼女人吗？我皱了皱眉，警惕地看他。你摸我的屁股干什么？使这么大劲是挺疼的。裴渊，你该不会要打我吧？裴渊跟看傻子似的看了我2眼，又是低声爆了句粗口。刷完碗，裴渊把屋里的被子都拿出来晒了晒。我有些感动，上前夸他，你早上还躺在床上跟死了一样，现在居然帮我晒被子，人可真好。裴渊的嘴角抽了抽，扭头瞥我，你自己几天没洗澡了，心里没点数？我身形一滞，笑容僵在脸上，不可置信地低头嗅了嗅自己，哇的一声跑进了屋，没看到身后裴渊勾起的嘴角。晚上，我端着2碗药进屋，裴渊看见后又成了那副暴躁的模样，让他们拿走，我不喝，反正治好也上不了战场，不必做这些无用功了。我连个眼风都没给他，不喝就不喝呗，反正残废的是你又不是我。说完，我端起其中一个碗，这一阵哭得我皮肤都不好了，我让大夫帮我熬了碗美容养颜的药，万一你哪天伤口恶化死了，我可得改嫁个俊朗又有钱的。话音刚落，裴渊突然端起桌子上的药一口闷了，甚至还抢走了我那碗。半个月后，那日的男人又来了，看见裴渊在厨房做饭时，他满脸惊讶，将军，你恢复得很好吗？大夫说了，只要你按时吃药，多加锻炼，虽然不能恢复如初，但基本的生活还是没问题的。裴渊这次没骂他滚，反而轻声嗯了一声，那人就跟看见了什么稀奇事儿似的，朝他靠近。我看你的脸色也好多了，怎么样，娶个媳妇是有用吧？我早就说了，
沈婉宁长得漂亮，虽然身世不好，但就算当个花瓶摆在那儿，你看了保准也喜欢。我靠在窗外，听着男人夸我漂亮，忍不住弯了唇角。然而，下一秒，谁说我喜欢他了？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，什么都干不了，你没看见饭都得我做吗？属下看着裴渊抡得快要冒火的锅铲，陷入沉思。你要是实在烦他，不如我把他送走，反正现在沈家也不要他了，就算是死了也没人。不等他说完，裴渊猛地出声：“别动他！嗨嗨，我的意思是不用那么麻烦，送走一个，陛下肯定会再送一个，左右都会有个麻烦精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心中突然咯噔一下，原来我在他心中是麻烦吗？回屋之后，我看着角落里的脏衣服，陷入沉思。我没干过粗活，所以衣服都是穿脏了攒着给裴渊洗。可我也是有自尊的，他都说我是麻烦精了，我哪好意思再麻烦他？思索再三，我只好抱着盆去了河边。可我没想到，在这里也会碰见沈嫣然，也就是我母亲的亲生女儿。她身边围绕着一群我曾经的小姐妹，看见我后，齐齐围上来，大声嗤笑：“哟，这不是我的好姐姐吗？怎么现在还干起粗使婆子的活了？”我知道自己吵不过他们，侧开身子就要走，却被沈嫣然挡住去路。哎，你这人是不是瞎？怎么走路不长眼啊？都把我的鞋弄脏了，赶紧给我舔干净。我皱眉看他，虽然以我的高度确实看不见你，你黑的也很隐蔽，但绝对不至于撞上。刚才明明是你突然冲过来的，不然我肯定能躲开。不信你问他们。话落，众人突然对着沈嫣然发出雷鸣般的笑声。从前，最多人夸母亲的就是她那样恶劣的条件，居然能生出像我这样的美人胚子。等沈嫣然找到后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果然是种瓜得瓜。沈嫣然气得脸上的肉都跟着抖，好像要跳起来打我。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敢这么猖狂，信不信我收拾你？哎，你们不是都看他不顺眼吗？还不赶紧来报仇？我现在虽然没有千金小姐的身份了，但也知道输人不输阵。我梗着脖子嘴硬，谁说我什么都没有了？我还有夫君裴渊，你们知道吗？大周国战神，一只手就能捏死你们。他最喜欢我了，疼我疼得不得了。要是知道你们欺负我，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搬出裴渊，众人多少有些忌惮，可很快就有知情者冲出来说：“你就编吧，谁不知道他最讨厌娇滴滴的贵女？他要是能喜欢你，那绝对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就是他要是疼你，还能让你自己出来洗衣服。而且人家有个青梅竹马，叫什么陈玉，并肩作战10几年。听说裴渊当年为了救他一个人深入敌营，命都不要了。”沈嫣然跟着叫嚣：“听见了吗？人家两厢情愿，天生一对，若不是受伤，说不定亲都成了，哪里轮得到你这个野鸡？”他越说越激动，竟然直接一掌打翻了我的盆，眼看着衣服顺着河水流走，我怕自己吃亏，忍住想哭的冲动，赶紧小跑着回家了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仍对沈嫣然的嗤笑心有余悸，正准备去找裴渊诉苦时，却看见他身边站着个女人。裴渊侧身小声地跟他说着话，看起来温柔极了。视线转向我时，他脸色骤变：“沈婉宁，你先出去，我刚才跑的脚腕都疼了，本打算让他给我揉揉呢，他居然赶我走。”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站在原地没动。裴渊又是一声怒斥：“出去！我说话你听不懂是吗？”此时，他身旁的女人笑盈盈的自我介绍：“你好，我叫陈玉。”说完，他用胳膊对了一下裴渊，语气熟稔：“你怎么还是这副老样子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小姑娘不懂事也是正常的。你别怕，有我在呢，他要是欺负你，我帮你教训他。不过我们现在有重要的事，你可以先出去一下吗？”我心中默然，原来沈嫣然说的没错，裴渊真的有个青梅竹马，这么着急赶我走，是怕我打扰他们相聚吗？在我可怜巴巴的眼神中，
裴渊关上了门。下一秒，屋里响起陈玉的惊呼：“呀，你猴急什么？我人都在这儿了，还能跑了？”裴渊粗声粗气，仿佛忍耐到了极限。可我现在就想要。撕轻点儿，好疼，你先退出去。他们在里面待了整整1个时辰，出来的时候，裴渊甚至换了一身新衣服。我瞳孔地震。你……不等裴渊开口，陈玉顶着一脸红潮，抢先答道：“裴大哥的衣服不小心弄脏了，你千万别多想。”我面上淡定，心里却像吃了一颗柠檬，忍着想哭的冲动，低头扒拉裴渊手里的小箱子。这是陈姑娘带来的吧？给你的吗？然而，未等我的手碰到盖子，裴渊突然一把将我的手甩开，他像保护宝贝似的将箱子护到身后，狠狠剜了我一眼。什么东西你都敢碰？知不知道这里面是……裴大哥，你怎么能对小姑娘这么凶呢？陈玉径直挡在我身前，扭头嗔了裴渊一眼。好了好了，你快把东西放回去。裴渊冷冷瞥我一眼，十分听话地点了点头。待他出门后，陈玉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怎么样，没被吓到吧？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对待不在乎的人说话总是没轻没重。”我整个人一怔，刚要指着自己反问他说的不在乎的人是我吗？就被他的喋喋不休打断。不过你也是，非礼勿视的道理不懂吗？裴大哥脾气好，你冲他没礼貌无所谓，等你们分开了，去别人家可怎么办？听到这，我像是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凉水，不可置信地问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他要休妻？”陈玉突然笑了：“别把话说得这么严重，你忘了你的身份了？你本来也算不得正头娘子呀，你连1分钱的彩礼都没有吧？更别说3叔6聘了，人家小妾上门都还有一顶小轿呢。我看你啊，充其量也就是个小事的玩意儿。”听到这里，我终于忍不住，任由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。恰巧此时，裴渊回来了，看见我哭，他的眉心皱成了川字。“你怎么了？”陈玉叹了口气：“可能是不舍得你，想要跟着去吧。裴大哥，要不咱们带着小姑娘一起去？”话落，裴渊怒斥一声：“胡闹！他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。”陈玉闻言冲我耸了耸肩，莞尔一笑：“我只能帮你到这了，他不愿意，我也没办法。”看着两人急匆匆离开的背影，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攥住。裴渊的腿虽然好了大半，但就像大夫说的，不可能会恢复如初。现在走路还是会有些跛。这些日子，我时常闹着让他陪我出门，可他嫌丢人，从来不去。现在却被陈玉一句话就叫走了。想到这，我抹了一把眼泪，不死心追上去问：“裴渊，那你晚上不给我做饭，不陪我睡觉，也不给我讲故事了吗？”裴渊身形一顿，扭头看我：“饭和菜在锅里焖着，晚上盛出来就能吃。你乖乖在家等着，我明日就回来。”我震惊地睁大眼睛，他居然让我吃剩菜，这个狠心的男人果然不在乎我。裴渊走后，我哭着睡着了。醒来后准备去厨房吃剩菜，却听见大门口有人敲门。我以为是裴渊，小跑着去开门，却在对上那张脸后一愣。“哥哥。”沈恒一脸心疼地摸了摸我的脸，瞧这小脸憔悴的，心疼死我了。想到哥哥认回沈嫣然时扇我的好几巴掌，我本能的瑟缩，但一瞥见他温柔的眼神，又忍不住开口：“是啊，我在这里吃不好也睡不好，哥哥，你给我点银子吧，我想出去买点好吃的。”沈恒脸色一僵，但很快恢复如常：“以咱们兄妹俩的关系，提前多见外啊。我已经跟爹娘说了，把你接回家，咱们就跟以前一样，你还是我们丞相府的大小姐。”我眼神一亮，心中的阴郁一扫而空。“真的吗？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不过你要先帮我一个忙。”半炷香过后，我犹豫地挠了挠头：“这能行吗？你都说了那块玉佩价值连城，裴渊怎么可能给我？”沈恒大手一挥：“你们整日同床共枕，他有什么能瞒过你？
就算他不给你，你就不会动脑子。那块玉佩可是咱们祖上的传家宝，如果真能找回来，你可是功不可没。见我犹豫，沈恒敛起笑容，你不会真对裴渊产生感情了吧？他在军营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不知道有过多少个女人了，你以为以后能指望他？你要知道，只有我们才是你永远的家人。可是他知道后怪罪我怎么办？见我松口，沈恒语气缓和不少，等你拿出来，我就刻一个一模一样的放回去，保准神不知鬼不觉。再说了，就算被发现了，有我们护着你，他一个残废敢怎么样？怎么这副表情？你难道不相信哥哥？不想回到爹娘身边了吗？想到裴渊和陈玉离开时决绝的背影，我缓缓点了点头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沈恒面上大喜，这才是我的好妹妹。我没想到裴渊后半夜就回来了，看他走进书房，我蹑手蹑脚地跟了上去。其实和他一起生活了大半个月，我早就知道他在书房藏了不少好东西，只是一直没在意而已。我戳破窗户纸，果然看到他打开了墙壁里的暗格。我微微眯了眯眼，在众多东西中找到了一块玉佩，小心记下开启机关的方式后，回去照常躺下。没过多久，床的另一侧塌陷，裴渊一上来就像之前一样，把手伸进我的被子里胡乱摸索，碰到我的脚时，他手上一顿，怎么这么凉？我怕他发现异样，装作刚醒的样子，推了推他，别动我。裴渊轻笑一声，捏了捏我的脸，不是你平时吵着让我给你捏脚的时候了。好了，不闹你了，快睡吧。第二天一早，裴渊又走了。我按照记忆破开3道机关，终于打开暗格，取走了玉佩。交到沈恒手里时，他整个人乐开了花。裴渊啊裴渊，你也有今天，让你跟我们作对，这下没有了暗卫营，我看你这个残废还能掀起什么风浪？我歪头凑过去，哥，你在嘀咕什么呢？沈恒小心收起玉佩，正了正神色说，没什么。他说完就要走，我连忙跟上，哥哥，我们怎么回家啊？是坐马车吗？沈恒听后身形一滞，支支吾吾道，对了，我突然想起今天还有事，就先不带你回家了，你就先在这待着吧，等过些日子再来接你。我听后点点头，朝他伸出手，那你先把玉佩还我，等你来接我的时候我再给你。沈恒蓦地一怔，抬眼看我，过了几秒后，他突然哈哈大笑，笑死，进了老子手里的东西还有给你的道理，你在丞相府吃了18年的白食，也该为家里做点事了。我死死盯着他，你骗我？这怎么能说是骗呢？这不是你自己给我的吗？怪只能怪你还跟以前一样蠢，就你这种低贱人的血脉，也配当我的妹妹？给老子滚开！他大手一挥，直接把我推倒在地，而后扬长而去。我双手撑在地面上，从腰间掏出真的玉佩。呜呜，男人果然没有好东西。虽然早就预料到这样的结果，我的心中还是不免沉重。那个我生活了18年的家，果然是回不去了啊！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后，回到家时，裴渊已经回来了。闻着屋里的饭菜香，我的心情终于舒缓了些。直到我看见了陈玉。你在干什么？菜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辣椒？陈玉继续撒辣椒的动作，笑眯眯看我。小妹妹，做人不能太自私哟，不能总让人迎合你的口味啊。我可是最喜欢吃辣了，裴大哥是知道的。我这人没有别的爱好，就是爱吃。看见一桌被毁了的美食，我怒从心头起，刚想跟陈玉理论，走近后，瞳孔又是一震。你身上穿的是我的衣服？他俏皮地吐了吐舌头。刚才把衣服弄脏了，就换了你的衣服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这衣服用的料子还挺好，不过以后可不许买这么贵的啦。女人要勤俭持家，懂不懂？我一股火冲到头顶，抬手就要撕扯。你给我脱下来！陈玉指轻轻一挥，就把我推开了。他不悦地皱了皱眉，穿你一件衣服罢了，
怎么这么小气啊？我气得浑身颤抖，知道武力值拼不过他，索性抬手直接掀翻了桌子。陈玉似是没料到我会这样，整个人一愣，生生被飞起的茶壶砸到了头，顷刻间血如泉涌。听到动静的裴渊连围裙都没摘就赶过来了。怎么回事？陈玉恶人先告状，我不过是穿了他的一件衣服，顺手往菜里放了点辣椒，他二话不说就掀翻了桌子。沈姑娘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你也没必要故意害我破相吧？我瞥着陈玉的一脸血皱眉，我为什么要害你？就你这张苦瓜脸，破不破相有什么区别？陈玉身形一滞，转头就要扑进裴渊怀里。裴大哥，他怎么能这么羞辱我？我不活了！裴渊灵巧避开，任陈玉一个狗吃屎摔在地上，冷声开口：“那你就去死吧！”裴渊话一出口，陈玉整个人都呆了。裴大哥，你说什么？裴渊面色阴沉的像是能滴出水。谁允许你在这儿换衣服的？还你爱吃辣，你爱吃屎都跟我没关系。昨天你把血洒在我身上，我还没跟你算账，现在在这儿整什么幺蛾子？我不是早就让你走了吗？另外，我跟你很熟吗？别整天把裴大哥挂在嘴边，我娘只生了我一个。陈玉这次是真哭了。我们并肩作战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呵，我手底下数十万大将，你算哪根葱？干什么都干不好，要不是看在你哥哥的面子上，我早让你滚蛋了。陈玉脸色难看的像是要当场去世，当即夺门而出。世界恢复安静后，裴渊试图抱我，抱歉，我平时没怎么跟姑娘打过交道，不知道她是这种人。我气还没消，反手推开他，别碰我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演戏给我看？昨天你们在屋里的动静我都听见了。听完来龙去脉后，裴渊气笑了，这简直是危言耸听。昨天不过是箱子夹了下他的手，谁知道他在鬼叫什么？我抱着你摸你屁股你都没反应，他叫2声你就懂了。我该说你什么好？我还是不信，他给你拿的箱子你都不舍得让我碰，还说你不喜欢他。裴渊抿了抿唇道，那里面是人头，你确定你会想看？回应他的是我的干呕声。裴渊又重新做了一桌菜，还专门给我煮了一碗四物汤，说对皮肤好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一个劲的嘟囔，我真没想到我在你心里就是那种人。你说你平时嘴不是挺厉害的吗？遇到事就不会直接问我。我长这么大可就碰过你一个女人，我头一回觉得挨骂还心里暖洋洋的，憋着笑说，你就这么喜欢我？他难得红了脸，说实话，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单纯善良的姑娘。陈玉那边你不用担心，我这辈子最讨厌人骗我，居然敢在我背后搬弄是非，我已经让他走了。听到他这么夸我，我心虚的笑笑，专门给他盛了一碗汤，推到他面前，你也尝尝，可好喝了。我全神贯注地思索着怎么解释玉佩的事，全然没注意到裴渊看我的眼神越发幽深。几秒过后，他突然轻身朝我靠近，薄唇堵住我的呼吸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就在我感觉嘴唇都被嘬得发麻时，裴渊才放开我，嗓音低沉暗哑道，好喝。我怀疑裴渊晚上喝汤没喝够，夜里熄了灯，他又来我身上找。我浑身发软，推搡着他的胸膛，别亲了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裴渊翻身压上来，大掌固定住我的头顶，呼出的气息滚烫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第二天一早，吃完早饭，我刚要跟裴渊坦白玉佩的事，陈玉突然带着大队人马闯进院子。我纳闷的皱眉，你怎么还敢来？裴渊都告诉我了，你就是个满嘴谎话的骗子，休想再挑拨离间。陈玉听后不气也不恼，而是指着我厉声道，将军，他才是你身边那个最大的骗子。昨夜有人拿着假的令牌去调动暗卫营，被抓了个正着。沈姑娘，你解释一下吧。我刚要说他白日做梦胡说八道，他突然领进来一个人，我瞳孔一缩，沈恒。沈恒满脸狼狈地跪在地上，
看见我后面露凶光。是他，他说有个好东西要给我，谁知道给我的是快甲的令牌，真的肯定被他藏起来了，你们该抓的人是他。我急得跺脚。你胡说，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令牌，是你骗我说帮你偷出来你就让我回家的。陈玉眼神一亮，果然是你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将军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敢背叛他。将军，我们现在刚查明敌国的细作，沈婉宁就偷令牌，说不定他跟害你坠崖摔断腿的细作就是同一伙人。依属下看，应该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，看看他到底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其他将士一听到细作2个字，都变得很激动，个个抽出刀剑，指着我。我吓得腿都要哆嗦了。我真的不知道那东西那么重要，我只是弄个假的试探沈恒，真的已经放回去了，我真的不是什么细作。我一边解释，一边小心地去拉裴渊的手，想向他求情，可他竟大手一挥，厉声道：“来人！”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，抱着他的大腿求饶：“呜，裴渊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你别打我。”陈玉以下犯上，造谣生事，给我把他抓起来。此话一出，不光我愣了，陈玉也懵了。将军，明明是他。裴渊面无表情地打断：“沈婉宁是我的娘子，我的就是他的，就算他真想要我的暗卫营，我也只会双手奉上，轮得到你多嘴。再说了，你已经不是我北境军的人了，谁准你带领我的兵的？我还要怀疑你别有目的。今天的事，谁敢传出去一个字，我不介意把他的舌头割掉。”我以为事情就这么翻篇了，可是好像没有。人群散尽，裴渊一头钻进书房，一下午都不理我，我心虚得不得了。晚上跑到厨房里一通捣鼓，布置了一桌的饭菜。裴渊，我做好了饭，你过来吃吧。裴渊瞥了眼一桌子乌漆嘛黑的菜，脸色一沉：“你明明可以直接毒死我，却还是浪费了一桌子菜。”我听后立马红了眼眶。我知道我笨，不如陈玉聪明，但我当时是真的没办法了吗？我也不知道那块玉佩那么重要。裴渊扭头看我，紧绷着脸说：“所以，如果沈恒真愿意带你回家，你就毫不犹豫地走了？”我心跳漏了一拍，两眼一闭，趴到他怀里就是哭。呜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要是不原谅我，非要跟我和离，我也认了。左右咱们也没有3书6聘，没有仪式，估计也没多少人知道，到时候你再娶一个聪明伶俐的，肯定不像我这么没用，整日惹你生气。裴渊一听到和离2个字，神色顿时慌了，抬手紧紧抱住我。谁说我不要你了？你说的那些仪式，我都不及你。好了，别哭了。我抿了抿唇，压着唇角说：“真的？那我要穿盘金绣的喜服，还要在凤冠上镶100颗宝石。”裴渊说要不结我婚礼，不是说着玩的。为了名正言顺，他甚至找了一个交好的世家，将我认为养女。定亲这天，我幸福的像是在做梦，直到看见沈嫣然。裴渊将哥哥打得半死，你居然还要嫁给他，我还没见过像你这么没良心的妹妹。周遭的人都惊了，什么意思？这位不是国公府的千金吗？怎么会跟丞相府扯上关系？沈嫣然嗤笑一声：“什么国公府千金？她明明是那位占了我18年位置的假千金。自古以来，世家大族最在乎血脉，一听到我是假千金，众人哗然，立马换了一副嘴脸，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。就在此时，沈嫣然看热闹，不嫌是大地，请出2个人。对了，我听说你的亲生爹娘正四处找你，我就帮你把他们带来了。”话落，一对穿着粗布衣衫的男女走近，周围的讨论声更大了。呸！早知道裴渊娶的是乡野村妇的女儿，我就不来了，真是浪费时间。一看就是穷乡僻壤出来的，身上也不知带没带病，咱们快走。人群骚动中，裴渊面色凝重地问我：“你想怎么办？”我只犹豫了1秒，便做了决定。到底是我的亲生父母，让他们进来吧。不多时，中年男女走到我面前，一脸激动地握住我的手。长得真漂亮，没浪费娘这张脸。看着娘亲风韵犹存的面容，
我有些害羞地低下了头。爹娘，哎。沈嫣然僵在原地，愤愤道：长得再漂亮又怎么样，还不是破落户，出现在京城都是污染了这里的空气。娘亲好看的眉头皱起，我们好歹衣食无忧，养了你18年，你跟婉宁也算是姐妹，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呸！我以后可是要做太子妃的人，她也配跟我成为姐妹？我巴不得你们早点死。话落，外面突然响起一阵骚动。太子驾到！沈嫣然立马笑得合不拢嘴。太子殿下肯定是来替我出头的，看他怎么收拾你们。然而，太子进来后，却连看都没看沈嫣然一眼，而是直直走向了母亲，亲昵地握住她的手。不是说好姑带你们出来吗？怎么自己乱跑？看见眼前的景象后，沈嫣然气得脸都黑了，顾不得平日伪装的淑女形象，上前就破口大骂：好啊，你个狐狸精，一把年纪了，竟然还不要脸的勾引太子殿下！太子扭头，一巴掌扇到他的脸上：胡说八道什么？她是姑的亲妹妹。听完来龙去脉后，我才知道，我娘竟然就是皇后当年在民间遗失的公主。母亲笑着捏了捏我的脸：子凭母贵，你现在是郡主了，我已经跟父皇说了，准许你重新找夫君。你们住一起这么久，他都没碰过你，肯定是伤到命根了，我可不能让我的女儿守活寡。见我不同意，母亲拿着话本给我讲了好久夫妻生活的重要性，以至于等我出门撞到裴渊时，还心虚的不得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裴渊面色平静地看着我，刚到。得知他什么都没听到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可转眼到了晚上，平时睡觉都要裹得严严实实的裴渊，居然在洗完澡后，裹着一个堪堪遮住屁股的巾子就出来了。看见我时，裴渊一脸惊讶，手忙脚乱道：抱歉，我不知道你在。这一动好了，巾子也掉了。我咽了口水，当即让母亲把成亲的日子提前了。新婚夜，事实证明，我确实没有看错，他不光没伤到，还特别行。只是我觉得太厉害也不好，感觉整个人都要被弄坏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